再深刻地讲一句，这些地痞劣绅逢迎日军，也无非想弄些钱，然而拿到的全是军票，以军票来换法币，到处都没有人要，所以他们内心非常痛苦，知道军票的前途将来是会一文不值。日军进展得很快，每占据一个地方，就要组织一个地方维持会，也算了却一件心事。大批的军队本来想以战养战，一切开支以军票来支付，但是这只是一种理想，他们也没有时间来做推行的工作。所以日本人所用的军用物资都要由日本军舰运来，在当地是接济不了的。又有一个原因，日本人打进一个城市，只留少数士兵维持城市的治安，一切民间事情都假手于汉奸，但是粮食在城市间储存不多，要到四乡去搜罗，军票是行不通的。不论城市相交，要买大量粮食和蔬菜，还是要靠中国的老法币。中国的老法币，日本人手上所有的只限于上海几家日本银行的存储，日军一路打出去，一路需要老法币来使用。显然他们所占领的地区只限于城市，一出了城，军票就一点也买不到东西。中国人渐渐地看穿了日本人的情形，他们的军事只占据了几个点和线，所谓点就是城市，所谓线就是交通线，越出了点和线，他们就没有力量了。日本散兵一出城市，动辄会不明不白地死掉，因此他们在点线之外的地区去都不敢去。点线之外的地方称为游击区，由地方的团队维持治安，当然坏人数量占得多，所以良好的游击区比较少，而坏人占据游击区比较多。在中国军政撤退之后，就成为他们胡天胡地的世界。这些地区还是相信老法币，军票是一张也用不掉的。我住在租界上，租界上出时，日本人绝不干涉任何事，所以上海称为孤岛，有英法两租界的当局维持治安，再出动万国商团来作为警备队，市面不但不见萧条，反而繁荣了数倍。那时我们使用的纸币仍然是清一色的老法币。我有许多学生，有些从闸北逃出来，有些从外部逃来。有一次在谈话中，某一学生问我有没有见到过军票，他说后就拿出一张1元面额的军票，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军票。南京报行铁证如山，有一天，摄影画报的主持人林泽仓赶来，匆匆忙忙地对我说，我现在要买300元军票，你有没有办法？我当即拒绝他说，这是我一无办法，还是另请高明。林泽仓说，事情很紧要，非要办到300元军票不可。于是他就在我家中打了10几个电话给他的朋友，恰巧有一个朋友来自苏州沦陷区，有的是军票，于是林泽仓才如愿以偿。我在闲谈之中问林泽仓，你为什么急要300元军票呢？他说，有一个朋友在虹口开照相馆，中日大战初期，各行店铺都已停业，唯有照相馆的生意好的出奇，都是日本军人来光顾的。日本军人有一种怪癖，他们强奸妇女，明明是一件不可告人的丑事，但仍要拍一张照片，而且要把妇女的面貌衣衫都拍进去，这种照片一天要冲印几百张，所以生意好得很。冲印的材料和纸张都由日本军方供给，但日本人也有舞弊的。有一个日本人说，你如给我300元军票的话，我就额外配给你一些冲晒的纸张，是不在配给范围之内的私人行动。这位老板就和林泽仓说，现在南京大屠杀，
金银的底片成千成万地交到，可是印的晒纸有记录，一张都不许偷印。你如果能替我筹到300元军票，我就可以买到那日本人的走私晒纸，多印2套，1套给你，1套归我。林则苍认为这些照片是日本军人作恶的铁证，不但有新闻价值，而且公诸于全世界，还有意外的作用。所以他要积极地筹备这笔数目，准备带到虹口去。那时节出入虹口，经过日军岗位，要鞠躬致敬，手上拿的东西要公开来给日军检查。但是摄影的晒纸一见光就会走光失效，即使租界有晒纸可买，也过不了关，所以只能用军票在虹口当地秘密收买。过了10几天，关于日军在南京奸杀的照片已全部印出，不知用什么方式运出虹口，递给林则苍。则苍偷偷地给我看了一下，这类照片共有100多张，一类是成排老百姓和中国军人被枪杀的情况，最多的一类是强奸妇女的照片，各式各样，金银镜头，看了令人发指。这一批照片，林则苍选出4种，又翻成底片，卖给外国驻沪的新闻记者，得到酬金法币400元。这4张照片后来全世界报纸都发表出来，由于形象丑恶，此处恕不发表。后来大批照片如何下落，我也不知道了。1953年时，日本人对于中日之战出版了好多推究他们早期在华作战未能成功的原因，有许多人执笔指责当时军人在华作恶情况，行注笔墨，效路很大。最后他们又出版了一部占领南京的画册，据说有图画数百幅，大抵这种图片是和这类照片有关的。这本画册出版之后，日本全国震惊，认为原来军人竟敢如此无法无天。这段消息我听到之后，急忙托日本朋友在日本购买，但是那朋友说，这书出版后第7天已销到100多万部，第8天就被禁止发行了，因为震动人心太厉害，所以一下子就禁掉了。军人霸权，野心狂妄，陶德曼对中日战争的调解，上海人都很关切。有些人认为调解必然能成功，有些人认为战争一定会抵抗到底，否则政府处在日本人的爪夷之下，以后中国的主权完全丧失。要是回到南京去的话，也不过成了一个徒有其名的政府，还有什么国家主权可言？